5月26日，国家发布了一则重磅文件，剑指东数西算工程，全文超过4000余字，详细说明了将东西部串联起来，建立全国数据中心以及全算力枢纽。这也意味着中国数据利用将迎来大变革。东数西算关心的人很少，在网上几乎没有什么热度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的背后竟然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战略——西部大开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可以把东数西算的东西颠倒一下，就变成了西算东数，这样大家是不是觉得与西电东送、西系东输极为相似？其实没错啊，西算东数与西电东送、西系东输一样，都可以打破画地为牢的资源分布不均的局面。而西电东送与西系东输都是西部大开发的4大工程，其中另外2项是南水北调与青藏铁路。如果我们再有心一点往前深究，就会发现南水北调的工程也在加快推进。5月上旬，国家领导人视察南水北调，并对西线工程提出了要求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开工。而在更早的4月份，西部大开发另外一个重大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开始蓄水，预计在7月份会正式投产。白鹤滩水电站是世界第2大水电站，它的投产也意味着西电东送将再次迎来飞速发展。这些重大工程的背后，自然就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推进。20年5月，国家出台万字指导意见，西部大开发3.0版本重磅出炉。西部下个10年该如何走？答案全藏在这里。说到西部大开发时，很多人都喜欢用横空出世来形容，因为这样比较热血，也迎合了某些人的英雄主义。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，也缺乏对中国探索精神的尊重。像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的鞍钢、武钢、包钢等著名钢铁企业，就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。还有抚顺铝厂、白银有色金属、云南锡业等金属企业，这边就不一一列举出来了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15计划建设成果遍布中西部以及东北区域，涉及到钢铁、机械、煤炭、石油等基础行业，奠定了中西部乃至整个中国工业的基础。到了1964年，中国西进战略更加明显。这点曾经困扰中国很久的西部大开发被正式提出来时是1999年，中国改革开放却是在1978年，中间间隔了20年。这20年中国在干嘛？答案是在探索一场前所未有的道路，一场关乎中国民族未来的试验。这场试验开端于上世纪80年代解决的问题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邓公排除众议，提出2个大局战略。第一个大局，优先发展工业基础好、交通便利的东部，西部要以大局为重。第2个大局，先富带动后富，全力发展西部，东部要以大局为重。说白了就是，第一个大局要因地制宜搞发展，以前那种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不适合当下的发展需求。第2个大局是不抛弃任何一个中国人，自此奠定了中国未来100年的发展大计。改革开放正式铺开，一场注定让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自此开始。以东部为大局，将中国工业发展推向正确的道路。1979年，中国成立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4个出口特区，正式开启开放的热潮。1980年，将出口特区进一步改为经济特区。作为改革的排头兵，4个特区被赋予各种优惠政策以及自主发展的权利。有了政策的支持，各路的资本、企业、资源全部都涌向了特区，特区也因此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小渔村深圳一跃成为中国1线城市。1980年，深圳 GDP 仅为2.7亿元，人均只有800多元。但是到了2020年，深圳 GDP 高达27670亿元，人均 GDP 突破了20万元 ，GDP 增长1000倍，发展速度之快，堪称世界奇迹。当时还因此诞生了深圳速度这个名词，而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东部城市也不遑多让。1978年，整个东部人均 GDP 仅为465元，到了2000年，人均 GDP 涨到12125元，增长了30倍左右。东部大局的成效显著，也证明了中国这条路是对的。但是新问题也来了，东部富裕了，可东西部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。到了1995年，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国总量的59%，远超中西部。东西部人均 GDP 差距超过2倍。在这一时期，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于东部一条腿在拖着整个中国走。更重要的是，比起数据，血淋淋的现状更刺痛着中国。由于经济差距，中西部地区只有40%的人口，但贫困人数却占据了全国10%后代，却值得深思。如果干预的过早，势必会影响正在茁壮成长的东部工业，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成果；如果干预过晚，又会导致西部无法跟上东部的脚步。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，东部是中国工业未来10年的基业，而西部则是中国经济未来100年的希望。到底该如何取舍，谁也不知道。这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次探索，寻找最佳时机。时机把握得好，才能兼顾东西部。所以，即便形势再严峻，也不能一下子步伐迈得太大。因此，在1992年，中国领导人就提出，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，
这种简单的引导收效自然很小。1995年，中国再次升级西进政策，指明政府应在财政、基础设施、项目上给予西部支持，相当于给西部提供实质性的帮助。但经过数次的探索后，发现这些效果都不好。终于在1999年，中国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。1999年就是西部大开发的最佳时机吗？其实谁也不知道。但是在这些年，中国工业发展已经迈入新时代，各种毛病非常多。东部工业发展得快，但是科技含量不高，就像得了膨胀病一样，外强中干。而东北重工业发展已经开始跟不上脚步，陷入萧条病中。西部则是被越来越大，堕入落后病里，而中部则不上不下，什么病都有。中国急需一个重大的变革来治好这些毛病，这个变革会不会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最佳时机？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理，所以第一个探索到了这一时才被解决。既然时机解决了，那么第二个探索如何先富带动后富呢？其实西部的发展问题早在2个大局时就已经被反复讨论过了，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叫做梯度推移的理论布局。这个布局将中国分为1级、2级、3级梯度经济带，说人话就是产业链转移。东部淘汰的产能迁移到中部去发展，中部淘汰的产业移到西部去发展，形成一个梯形发展模型。等到全部产业落地全国，中国也将立于不败之地。工业乃中国立国之本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链。这种方法不但能让西部承接淘汰的产业，还能倒逼东部进行产业升级，可谓一举多得。3月份时，我做了一次中欧班列科普，获得了200多万的播放量。其中很多人问我东北没有扶持政策吗？有人问我中部怎么办？这些地区都要被国家忽略了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国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地方。在1999年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，其实还同时进行了其他几个战略，而这些战略一直被我们普通人忽略，他们就是东北振兴战略、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部转型战略。专家称之为区域政策。再直白一点，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发展方向，最终实现全产业链的升级。在这些区域中，东部依然起到带头作用，扛着艰难的任务往前冲，但是也要兼顾到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。只是东部过于突出，与它相对应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就被很多人当作主要战略。这就是很多人说的西部大开发不止于西部，而是一个全国性产业链大布局。2000年10月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，西部大开发 1.0 版本正式出炉，目标直指基础建设，争取在5到10年内改变西部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。说白了，这就是在补课。西部能否承接东部的产业链，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成败的关键，而西部的交通则是承接产业链的关键。要致富先修路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西部想要复制东部的奇迹，基建就成了最先选择。所以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建设开始了。西部没钱修建怎么办？国家给。东部是时候回馈西部了。西部交通不便怎么办？那就建。于是青藏铁路、兰渝铁路等数条高速铁路先后投产。西部电力不够怎么办？那就建水电站。于是象家坝、白鹤滩水电站的实力工程也拔地而起。西部大开发仅仅5年，中国在西部涉及的重大工程就达到了70多个。西部大开发前期，只要是缺什么，国家就大力支持什么。教育、医疗、生态，总共投入了近万亿元。“15”过后，西部大开发又加快了脚步，总投入数万亿元。而这些努力全部都只有一个目的：补课。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西部严重落后的面貌。只有东西部均衡发展，中国才是那个令人敬仰的中国，国家才是那个永远昌盛的国家。西部也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。从1999年开始，西部 GDP 每年增长超过11.7%，到了2008年时，生产总值高达5.82万亿，增长超过3倍，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那么西部大开发成功了吗？很遗憾，并没有。2009年时，距离第一次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过了10年时间，西部地区的 GDP 总量达到了6.7万亿元，但是东部地区却已经超过了20万亿元，东西差距扩大到14万亿元，差距越来越大，落后病依旧没治好，因为西部的基础实在太差了，地理劣势过于明显。在我国的规划里，中国将一直作为世界工业中心的存在，西部应该是承接东部淘汰的产业链，西部发展起来后，淘汰的产业链才能向海外转移。按照这个思路，只需要给中国充足的时间，就能完成一次大变轨。但是我们低估了全球产业链对于交通与人力成本的依赖，也低估了产业链的耐心。全球产业链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模产业转移，都是因为成本。第一次发生是在2战后，美国产业升级，依托海运低廉的成本优势，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至人力成本较低的日德。
产业链由单一国家向多个国家发生转变。第二次发生是在70年代，日德制造业完成升级后，也将落后的产能向新加坡、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转移，产业链变得更加分散。第三次发生在80年代后，亚洲四小龙同样将淘汰产能转移至世界上其他更落后的国家，比如中国东部沿海，所以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。到了此时，你会发现产业转移的3个核心问题：一是产业链转移都是围绕制造业成本来进行转移的，不管是日德还是亚洲四小龙，或者是中国东部，都是离不开人力成本低、海运低的缘故，所以这一规律也被称为海权秩序。由于西部离海远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西部只听闻产业，却见不到产业链问题。由于远离港口，陆运的运输成本高，加上人力成本居高不下，连国内企业都不愿意去西部，更别说外国企业了。没有产业进来，承接产业链就成了一纸空谈。而更艰难的还在后面，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产业转移地了。印度、越南都为了承接中国产能而做好准备，印度甚至直接喊出取代中国成为下个世界工厂的口号。国内外的企业闻着味儿就过去了。不仅是低端制造业，连高端的产业都开始转移出中国了。即使有些原材料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转移，也会在中国加工后再运往印度或者越南进行产品组装，相当于中国成了原材料供应国。尤其到了2012年后，产业链转移明显加快，不仅组装厂外移，甚至连一些原材料产业也开始外移。也就是说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东部需要尽快完成转型，西部也要加快产业链承接，中国工业体系一下子面临内焦外困的地步。东部如何快速转型，西部如何打破地域牢笼，就成了接下来要面对的现实。所以这也就是第3次探索，如何打破地域牢笼。这个问题早在第1次西部大开发里就已经在探索了。当时除了基础建设外，还有一项重要的政策被大家忽略，那就是合理利用资源，调整产业结构。所以就有了南水北调、西电东送、西气东输这些足以打破地域限制的伟大工程。很多人眼里这些工程不都是牺牲某个区域，成就另外一个区域吗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这种想法格局实在太小。我们来看看中国资源的分布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中国地域辽阔，但资源分布不理想，南涝北旱，东部缺电，西部缺水。对于东部来说，缺电少气是事实，但是对于西部来说，缺少产业支柱也是事实。国家支持西部基础建设，就相当于在给西部输血。但是一个良性的产业不能一直依靠东部源源不断的喂养，这样东部心理不平衡，西部也会丧失发展的动力。所以产业往往只能一边扶持，一边还要催着往前走。而这2个工程既满足了自身对于电力、油气的需要，也可以实现一部分产业的自我造血。再说白一点就和2个大战略一样，都是因地制宜发展。这就是可以初步打破地域牢笼的格局。如果再想不通，那么想想看，还有南水北调工程，以及开头说的西算东数，都是如此。利用地理优势，将东西南北结合在一起发展，这才叫区域政策。但仅仅只是这样够吗？根本不够。我上面就说了，这些只是在补课，只能磨平基础设施的劣势，以及打破资源的枷锁，但是交通和人力成本依然无法磨平。那么有办法吗？当然有的。中国人一直信奉办法总比困难多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既然外迁的产业链是因为人力成本的差距，那么我就从产业的源头想办法。在以往的全球供应链中，一般是全球的零部件运来中国进行组装，然后再销往各个国家，这中间会产生2次交通费用以及人力成本。当东部工业饱和后，由于国内的人力成本上升，一部分产业链就会被迫迁移到印度和越南，而不是西部。那么我只要将产业链全部移到西部，零部件也直接在西部生产，不就可以减少1次交通费用？这样不就抵消了一部分成本差距了吗？除了抵消一部分成本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减少零部件中间流通的时间。而时间就意味着产能，提高了产能又可以抵消一部分的成本，差距又被缩小了。这种优势被称为产业集群效应。一家大型企业周边必然会集合一大群的零部件供应商，相当于1+N模式。那么这种方法可行吗？当然可行。重庆、成都等中西部城市就是产业集群的最佳受益者。以重庆为例，它是老牌的重工业城市，也是早期西部开发的受益者。在3线建设中，重庆的汽车工业得到了发展。改革开放后，重庆也在转型中围绕汽车产业搭建产业集群。到了2010年后，重庆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。到了2020年，重庆搭建了1+10+1000汽车战略模式，也就是组建了以长安汽车一个品牌为核心，以及10家整车汽车厂商、1000家汽车零部件厂商的产业集群。所以在产业链的发展上，重庆是有底气这样做的。中西部实行产业集群效应，虽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行业，
但在部分产业中却可以发挥出无可比拟的优势。不过鞋服制造、大宗货物等这一类依靠薄利多销的产品自然就不适用了。但是，一些对于时效性要求很高、产能稀缺的产业却非常适合，比如水果、手机、电脑等电子产品，以及新能源汽车、化妆品等高利润产品。比如2009年，重庆就在电子产业上复制了汽车产业集群模式，引进了惠普等知名品牌，然后再引进了著名的电子代工厂富士康，一个笔记本产业集群正式开始。这一模式与国家的战略不谋而合。2010年，中国发布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，其中除了继续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外，其他的主要目标里就有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建设。这些产业体系是指诸多的产业基地，也就是产业链集群模式。2010年，重庆又引进了世界500强代工工厂广达电脑，产业集群效应开始显现。但是产业有了，运输方式呢？一个合格的政府不仅要解决产业的引进问题，也要解决产品的运输困扰，也就是货运模式，这样才是一个良性的经济发展与模式。于是新一轮的尝试也开始了。而正是这个尝试开启了中国货运模式新的传奇。通常的货运方式是海运，但是从西部运往世界各地，还需要从内地运往东部沿海，再运到其他国家。这样做不仅使运费增多，连产业群节省的时效也白白浪费了，相当于没有任何优势，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而飞机同样不行，不仅运量低，而且费用贵，满足不了大规模的货运需求。既然海运和空运都不合适，那么纯陆运呢？答案是完全可行，因为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已经走过了。在以往的全球产业链中，贸易格局一直是以欧美为主，所以海运是主要的交通方式。但是抛开美国来看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却是亚欧大陆，占据着全球75%的人口以及60%的消费市场。不管是欧洲企业在中国的投资，还是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欧洲，只要中欧能在陆运上获得衔接，就可以打破以往海运时效慢的困局，一举改变原有的贸易格局。而中欧的衔接处正是在中国的北部以及西部。于是另外一项重大工程中欧班列诞生了。2011年，中国第一趟中欧班列渝新欧班列从重庆出发，前往德国的杜伊斯堡，开创了中国货运新的神话。以现在的眼光看，中欧班列的货运速度是海运的3倍，但是价格只有空运的1/5，正好实现了差异化运输，可以运载附加值以及时效性要求都很高的产品，完美契合了部分产业。中欧班列刚刚开通的时候，被质疑是面子工程，中国顶着巨大的压力亏本运行，越亏本越发车。说起来，这又是一个充满坎坷的探索。我在3月份时就做过这个视频了，喜欢的话可以移步去观看一下，这边就不多介绍了。我们来说下这对西部大开发的意义。虽然中欧班列亏本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也将欧亚大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中国西部的产品运输去了，产业集群效应就越来越好，欧洲的货物进来了，中欧的贸易越来越频繁，一个原本的地理劣势的格局就这么被盘活了。在整个“十三五”期间，重庆不断发展产业集群，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，年均增长超过8%。重庆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，经济发展紧紧咬住了东部的城市，至今排在全国第4名。与重庆产业集群类似的还有内蒙古稀土产业园、成都电子产业园等数个产业聚集地。中国西部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前飞奔。除了西部外，中欧班列还连接了内蒙、新疆、黑龙江等多个中国边疆地区，甚至还延伸到了东部港口城市，一张硕大的经济带就这么徐徐铺开。中国借着西部大开发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，那就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是西部大开发的延续，它牢牢地将中欧捆绑在一起，一荣俱荣。中欧、日韩、东盟各国都参与了进来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也有很多故事，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过万，那么我再给大家单独做一期“一带一路”。西部大开发已经发展成海陆并济的模式，此时西部已经不只是中国的西部，更是欧亚大陆的核心，而中欧班列就是欧亚大陆上的大血管。第3次的探索一直持续到2020年。2020年是西部大开发第2个10年的结束，也是第3个10年的开始。但是这一年却迎来了新冠疫情，新冠就像一只黑天鹅，引爆了世界。空运停滞，海运受阻，世界货运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甚至全世界的贸易都备受打击。唯独中国维持着世界制造业的效率，开足马力。中欧班列因此迎来了爆发，排队摇号，加班加点，中欧班列火得不能再火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2020年后，中国乃至世界已经走到了100年大变局的路口，西部大开发也迎来了新时代。满眼望去，西部已经是处处升级。2020年，中国发布了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，未来10年，整个西进战略全都在里面。如果说西部大开发 1.0 版本是中国东西部资源的融合，那么西部大开发 2.0 就是中欧产业与经济的融合，而 3.0 版本则是已经发展到欧亚全方位的融合。什么是伟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？这就是西部大开发新10年将从产业聚集发展到城市聚集，形成北部湾、成渝、关中经济区以及兰新、兰青、成渝、南桂昆经济带。
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探索依旧在继续。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特高压？就是要将西部新能源产业发挥到极致，将东西南北资源融合得更加充分。中国为什么要将城际高铁纳入新基建名单？就是为了将重点城市周边纳入2小时生活圈，将产业聚集效应拉升到经济聚集效应。中国为什么要推进东数西算工程？就是要在新兴产业上构建东西部同步融合。探索是永不停息的，但每一次探索都会在原本的劣势里弥补1分，在优势上增长1点，直到人定胜天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感谢您能看完，喜欢的话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我们在每周都有精彩视频为您献上，我们下期见。